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欢迎来到会员专享的吴森聊美股之美股周末漫谈。欢迎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加入会员的朋友们聊一聊过去这一周指数和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做一个周末的一个复盘。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复盘很重要。复盘是你对你过去这一周所做的交易的一个总结，一个反思。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你们自己也做一个你们自己的一个周末复盘，或者说每天做一个复盘。那么呢，其实你们也能感觉到，我做这个会员专享啊，其实每个月是0.99美元才，其实不算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简简单单的0.99美元，其实就把很多人就隔开了。其实，不论是缠论也好，还是我的频道也好，其实都有门槛儿的。这个东西，你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很多选择。其实，你选择往前走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这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关键的。你要想得到更多，获取更多，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吧？而且啊，我们是应该尊重知识的，知识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和不知道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所以说我之所以设这么一个小小的门槛儿，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你选择了和不选择，它就是不一样。所以说，不是为了说要开会员，为了用它来赚钱，每个月才0.99美元，我赚什么钱呢？对吧？所以说我要简单的说明一下，真的是很感谢各位。当然了，你们也应该感谢你们的自己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想学到更多，想得到更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多说几句关于缠论呢。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从缠论，如果初期接触缠论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但是缠论真的是不单单是技术。它为什么叫缠中说禅呢？就是第一个禅是缠绕的缠，第二个禅呢是禅宗的禅。难道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还有就是说，禅论的课程是108课，为什么是108课？那么这个108这个数字跟禅宗里面的108为什么这么的巧合？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要深究一下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真的是，如果你初期的话，你只看到缠论是一个技术分析理论的话，也没有问题。你看到什么的话，就先按什么去用。你等到你接触的时间够长以后，了解的更多以后，你可能会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好的，那么我们回到主题，我们看一下，下一周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很多时候呢，这个基本面呢，不是说这个基本面到底真的有多重要，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别人心中的基本面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点位市场出现波动了，那么你要知道别人是依据什么来交易的，对吧？不是说是哦，到了这个基本面就肯定要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别人心中所想的基本面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要关注这些时间点位。那么下一周的话，在周四，这个周二，sorry，周二有这个比较重要的恐怖数据。所谓恐怖数据呢，也就是零售数据。那么因为美国是一个零售大国嘛，所以说是个消费大国。那么跟零售相关的话，它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8点半这个零售数据。到了周三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美联储这个会议的会议纪要，那么是下午2点钟。那么周四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跟就业相关的一个数据，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那么2、3、4的话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公司的财报呢，是周四，沃尔玛在盘前会出一个财报，因为沃尔玛又是跟零售又跟消费密切相关的一家公司，所以说等到周四盘前的话，我们也会去分析一下沃尔玛这个公司的一个股票走势。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的 price action，主要是基于缠论、波浪理论，以及结合一些传统的均线、压力、支撑、通道、趋势线。
我们今天再多说一点，就是我要对我每日解盘的做几点说明，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只是简单的看一下，然后不太知道我为什么是这么解盘的一个理由或者方式的缘由是什么，所以我简单说几点说明。首先呢，为什么要用笔分析每天的走势？我们在用缠论分析的时候啊，如果你说你是通篇学了那个缠论的话，你知道。就缠论里面这个模型啊，它用的是线段。缠论里面这个模型用的是线段，这都是线段。它的中枢组件的话，都是用线段去构成的。那么线段是怎么组成的呢？线段是由笔构成的，这个3笔构成一个线段，3笔构成一个线段，然后在一个3笔下构成一个线段。哎，构成这么一个线段。所以说，在缠论里面的那个理论分析的时候啊，它是不用笔的，因为笔的变化太多了。禅师说过，如果你用笔来分析的话，可能一个很小的一个变化就能够把笔破坏掉，笔是很容易被破坏掉的。那么线段就不太被容易破掉了，因为线段需要3次，就是说需要2个方向的一个变化，需要一个下上下，需要2次，同一个方向2次检验才能够破掉一个线段。所以说，那么想破坏掉一个重说一下，想破坏线段的话，想破坏线段，比如说这个线段，比如说这根线段破坏到前一个线段了，对吧？它需要同一个方向的2次尝试，也就是这里和这里出现一个同一个方向2次尝试之后，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线段，才能够把之前那个线段给破坏掉。但是笔的话就不需要2次尝试了，笔的破坏只需要一个方向就可以了。这是向下的一个笔，那么我向上的一个笔的话，只需要向一个方向1次尝试就可以破坏掉它。所以说笔的结构不稳定，笔的结构不稳定。那么你用笔来做你的分析的时候啊，它是不稳定的，它很容易被破坏掉。这是为什么在缠论里面它的用的这些中枢的构件都是用线段的原因，这是它的原因，在这里解释一下。那么为什么我要用笔分析？我这里回到为什么我要用笔分析的原因。我要用笔分析的话，我们先看一下美股的交易时间的话，是从9点半到4点，它是6.5个小时。那么我基本上每天做短差的这个分析的话，因为我跟大家每天做解盘的分析的时候，只是针对做机动仓，只是针对做短差的一个分析，对吧？那么60分钟图我是经常分析的，60分钟的一笔呢，需要5根 K 线。那么60分钟，我现在说一下60分钟，如果说是最短的一个是需要5根 K 线，那么每一根 K 线都是1小时的话，那么最少的话是5根，也就是说我需要出现一笔的情形的话是6小时，也就意味着我一个周期，因为美股的交易的话是6.5小时，也就意味着最少的话，最少要满足一笔的话也要6小时，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今天是1号，那么一个下跌我是没有办法参与的，但是呢出现了一笔之后，那么如果出现了又用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是次子级别5分钟、15分钟去观察的话，它内部已经够饱满了，那么意味着我可以进场了。也就是说，下一个1小时，下一天的交易出现也是6.5小时的话，满足一笔向上，意味着我可以从底部然后拿到当天的交易出掉，然后呢，它又会出现一个，我们是按照理论来推导的，然后它会又出现一个底分型的话，那又是一个6.5小时，也就意味着你在上面卖了之后，你要等1天的时间才会出现另外一个进场交易的时间。所以说你要用笔交易的话，基本上隔1天你就有1次交易机会。这是1号的话，这是2号你是没有时间进的。那么2号的2号的那个收盘之后，
有可能有机会，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最短的定义，也就是说，但是呢，如果出现盘整，如果出现那个包含关系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一天都没有一个交易机会，因为它这个是不成比的，你还要继续等第二天。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是最短的，需要5根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你1号这个收盘是可以交易的，如果2号这个不满足比的话，你需要等到3号，那么3号不行的话，还要等到4号，也就是说基本上隔一天就有一次交易机会。如果说是你用60分钟作为你的打短差的周期的话，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用笔来分析，因为我基本上隔一天，或者说隔2天就有一次交易机会。那而且这个周期是够的，这个空间也是够的，对吧？一个6小时的一个上涨，或者说一个5小时的一个上涨，一个5小时，因为需要5根 K 线嘛，也就是说需要最少5小时的一个上涨形成一笔的话，这个空间是够的。对于我们打短差的话，是能打出短差的。如果掐头去尾的话，不要这个最顶端的这个顶和最底端的底的话，那么这个短差是完全能够做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用的是60分钟解盘，然后用60分钟来做短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空间和时间够用了，能够打出短差来。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用笔来交易？那么如果用30分钟的话，那么就更细了。30分钟的话，它是如果想出现一笔的话，它需要0.5小时就可以出现一笔。那么你要是那个能够盯盘的话，那么2.5小时就可以做一笔，然后歇一下，或者说因为如果你是做多的话，那么这2.5小时你是需要等待的。那么下一个2.5小时，因为这是最低要求嘛，下一个2.5小时你才可以进场。所以说，但是你如果用线段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如果用线段的话是3笔构成的，那么每一个都是5根 K 线的话，那么需要13根 K 线，也就是说，对于30分钟来说，你需要13根 K 线。那么13根 K 线的话是6.5小时，也就是说，用30分钟来交易的话，你是有2次进场机会的。就是说，如果说它的每一个都没有出现包含关系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个下你都不做，你只做多的话，你是有2次进场机会的。就是一天之内有2次进场机会。那么你如果用30分钟交易的话，它就比用60分钟交易，你每天能够进场的时间次数更多，也就是这一点区别。但是呢，如果说用30分钟进场的话，意味着你可能每天，因为每2个2.5小时就会出现一次机会，意味着你可能需要2.5小时就要去看一次盘，或者说每3个小时你就要去看一次盘。所以说，针对你如果每天很忙的那种朋友的话，可能这个时间是达不到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没有时间盯盘的话，你就需要把你的时间周期需要放大，需要放到日线、周线、月线。好的，我们就说到了，那么我们就正好就延续到周期了。我们看一下周期、级别和区间套的这个几点说明。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用大周期投资或者说投机的话，投资和投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字面上的一个说法。那么，投资也好，投机也好，都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已，对吧？我们来到这市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你不管你是投机也好，还是投资也好，都是赚钱。那么你如果想做投资呢，其实很多散户拿不住盈利，或者说只赚了一点点就跑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时间周期太小了，你的时间周期太小了，用了太多的短周期交易。为什么巴菲特能够拿住他什么苹果也好，能够拿住他多年的可口可乐这些股票呢？因为他用的周期大，他用的周期比我们大，所以说他能拿得住。那么一旦我们转变了这个思维之后，立刻你的世界就开朗了。那么如果你想做投资的话，不是说这里要贬低投机，而是说如果你想转变思想做长期投资的话，那么很简单呢，你就要把你的时间周期放大就好了。你去看年线、季线、月线，或者说月线、周线、日线这两个周期，都是针对想做长线做投资的朋友来用的2套系统。这相当于2套系统，2套时间系统。那么你愿意做短周期的话，
想利用每天的很小的波动来做短差的话，那么你就用小周期的这种。那为什么是年、季、月、月、周、日，然后又是日4小时60分钟？为什么这种区分来做那个时间的？比如说，如果你的交易周期的话是年的话，那么意味着你的次级别是什么呢？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年，那么你的次级别就是季。那么次级别的季周期的次级别就是月。那么一样的，月的次级别就是周，周的次级别就是日，是这样依次降下来的。那为什么用月季日年季月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股票交易图形里面它有这么一个设置，在你的股票交易图形里面它就有了这些设置了，是一个方便法门，它是一个方便法门，一定要注意了，它只是一个方便法门，所有的定义都是一个方便法门，而不是说严格按照递归定义上来的，不是按照递归上来的。所以说，你如果用缠论的话，你如果用缠论的递归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啊，比如说5分钟的上一个级别，不一定就是30分钟，有可能是25分钟。严格定义的话，还有可能是22分钟。就是说，你如果从5分钟上一点一点3比3比这种递归上来的话，它不一定说是100%对应的就是30分钟，晓得了吧？它可以是29，可以28、25、20。这样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差别并不大，尤其针对这种小周期来讲，差别并不大。所以说，为什么用5分钟的上一个级别是30分钟呢？这只是一个方便法门，方便我们用。所以说就是这么的定义了，这是在禅师在他的禅文里面是详细的说过的。所以说这也为什么日线的次级别我们要看的是60分钟，或者说是30分钟都可以，因为这两个周期其实差别并不大。那么你如果用60分钟的话，那么次级别就去看15分钟；如果你用30分钟的话，就去看5分钟。还有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了一个4小时？这个我需要单独说一下，就是日线4小时60分钟主要是应用在外汇，还有一些黄金啦，还有那个石油了这些的那个分析里面，因为外汇和那个石油，他们是交易周期比那个我们用股票时间长，因为股票只有6.5小时，但是外汇的话可以是24小时交易，那么石油的话也是可能23、22，比股票时间交易周期长。所以说，你如果用60分钟去交易外汇或者说石油的话，并不是它的次级别，是相当于日线的一个次级别才是60分钟。所以说，为什么用4小时去做日线的一个次级别去看外汇或者看那个石油的话，黄金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4小时在里面会提出来。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说，为什么说参与的是大级别的未完成段？什么叫参与大级别的未完成段？我们每天，我先把缠论的这个模型画出来，这是缠论里面的一个标准的趋势的一个模型。那么我每天去分析什么呢？我每天首先要把这个中枢找出来，然后呢，我现在要发现或者说定义了 A0点，这个起点就是一个 A0的定义。那么定义了 A0之后，你要去判断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模型里面的什么位置。比如说，它可以是模型里面的任意位置，它可以在模型的这个中枢的构成的这一段，也可以是这个模型里面的小 B 段，也可以是模型里面的这个3脉的位置，也可以是模型里面的任意的位置。所以说，这是在大周期上。为什么我们要分析大周期？比如说，在日线上是一个趋势下，那么在大周期上的话，只是一笔下。那么现在我们要分析的就是你要交易的这段在大周期上是一个什么位置。如果现在我分析的是一个日线的一个模型的话，那么我做的这段短差交易的话，只是一定要注意了，我要做的短差交易只是它的组成构件的其中一笔。这也就为什么说是。因为缠论里面说了，不论是趋势也好，不论是盘整也好，那么都要完成，也就意味着这个中枢必须要出现。
中枢必须要出现，因为趋势是2中枢，盘整的话是1个中枢，所以说你去交易它的组成构件的话，它是必须要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缠论必完美，走势必完美的原因。所以说你去交易它的那个组成构件的话，是意味着它，因为它必须要出现。至于它的必须性，你觉得你怀疑它的必须性的话，那就是另一个讨论的方面了。我们不在我们这里讨论过程中，所以说我现在做的是日线的组成构件的一笔，用来打短差。为什么能够去打出短差来？因为它肯定要出现。所以说，就是说我参与的打短差，是因为它大周期上还没有完成，它要出现，它要完成它，所以我要去交易它。还有就是理论上的买卖点和实际操作的区别。理论上的买卖点和实际上的操作的区别又怎么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是一个趋势下，那么这里就是一买。理论上的买卖点呢，这是理论上一买吧。那么一买出现之后，肯定要出现一个3笔上升，这是理论上说的。那么你按照这个去交易的话，理论上说出现一买之后，肯定要出现一个3笔。如果我说的都是比中枢的话，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个3笔上升。你按照这个交易去了，你说，哎呀，那不对呀，我去按照一买进去了，然后那个它出现了这种模式，看到没有区别？就是说你按照一买进去了，然后它出现了一个虽然说出现了一笔上之后又下来了，你说啊，那这个理论不管用啊？你说的一买出现之后要出现一个3笔上升的，为什么出现了一笔上升之后又往下走了？那你这理论不管用啊，对吧？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之前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这什么理论了？你说一买出现之后肯定出现3笔上升，那我用了之后为什么不管用呢？这就是理论上的买卖点和实际操作的区别了，大家。因为理论上定义的说是一买，说是肯定这个盘整结束了，理论上定义是盘整结束，而呢，你用理论去实际操作的时候，是你个人的判断，明白了吗？是你个人的判断，它是不是一买，而不是说你判断的一买跟理论的一买不是对等的，一定要注意了。你的判断不代表理论的判断，你判断这里一买的话，那么它又下来了，说明你判断错了呀。理论并没有问题的，理论保证的是从这里下跌之后，那么它如果这里结束反转的话，那么意味着这里才是理论保证的一买，而不是说你判断的一买。你判断错了，并不代表理论是错误的。所以说，理论上的买卖点和实际操作的买卖点是有区别的。那么，怎么能够提高？怎么能够让这两个对等呢？怎么能让这两个1比1对等呢？那么就需要靠你每天的，或者说多次的大量的实际交易、实际去演练、实际用真钱、真金白银的去投入，那么才能够达到约等于1比1，不能够100%等于1比1。可以达到约等于1比1，也就是说你每次判断都非常正确。那么出现你每次的判断的一买之后，真的是最少出现了一个3笔的一个反弹，能够你即使经过10年20年，你可能能够约等于1比1，但是完美达到1比1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能去让我们不能够判断1比1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延续下跌呢？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判断了一买之后，哎，它上去了。但是呢，你想等的是一个3笔上升，但是它没有出现，它又出现一个下跌，那么怎么去针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应对呢？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周期，比如说我这是60分钟大短差，那么你需要根据这个周期来配置你的仓位，那么这里就可以用到网格交易法了。那么在网格交易法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比如说30分钟上，你判断这里可以是一买了，那么你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60分钟交易的话，你可以，如果你的一般的配置你想准一点的话，那可能是配置10%的一个仓位。那么你又怕你判断错了，那你怎么办呢？就交一半嘛，5%先进去，对吧？那么你判断错了，它上去了，它又下来了的话，那么这里再进5%喽，对吧？那如果这里又错了的话，那再进5%。也就是说，你把这个风险，把你可能判断错误的那个情形，不要一次压进去15%，你一次不要压进去10%、15%，或者说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了。
那么你可以把它分成3段，分成批，分批进。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把你的错误或者你的判断错误这个风险，或者说你能承受的，能够承受更多一点。这样的话，一旦它起来的话，一旦你的抓到最后一个5%以后，那么它一旦起来之后，那么你这后面的这个后加的这如果加3次的话，这15%的话都可以出来，意味着等到它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3个5%都是盈利的，对吧？这样的话，你可能平均下来的话，你可能你的成本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它到3笔出来之后，你的还是都可以盈利出来的。那你这样的话，可能是那个比你一次性压进去10%或15%的话，可以承受的那个风险更多一些。那么你能够忍受的下跌的话，就更多一点。所以说，我们的交易啊，没有100%的正确，我们没有100%的盈利。就是说，你想找到100%的那种盈利的话，是不存在的。你想进到一个位置，我就要100%的一个那个盈利的话是不存在的，100%的这种交易是不存在的。你一定要面对风险，你一定要面对直面你的风险，它肯定是有风险的，没有无风险的交易，没有无风险的交易，也没有无风险的投资。所以说你要注意了，那我们大家就要知道了，我进这个位置有可能会跌破的，因为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而不是理论出现了错误，这是有区别的。好的，那么我们用了大概将近20分钟来对每日解盘说了一下分析。我希望我这些经验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到很多朋友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我每天做这个解盘也好，做分析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赶紧回到这个指数图形上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数，这是指数的月线大周期。那么在月线上的话，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它还没有出现这个月线的顶分型呢。那么想出现月线的顶分型的话，首先要打掉4385.05，那么打掉4385.05才意味着月线出现顶分型。所以说缠论的话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它的界限非常清楚，打破和不打破是一眼就能分析出来的，不需要猜，对吧？你不需要去猜它，它是有明确定义的。那么只有出现了跌破4385的话，才能出现顶分型。那么不出现之前的话，就继续关注它是否能延续出来。那么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点位就是4171。那么为什么说4171呢？因为不管你是顶分型还是底分型，都有个区间的。这里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也说过，它这个顶分型是有一个区间的，也就是说第二元素的高点和第一元素的低点是构成了一个区间。那么一般的话，我说的是一般是打到这个第一元素的这个低点位置的话，它会是有一个反弹的。那么如果反弹不能够突破第二元素的高点的话，它还会有一个向下。那么这个在你的实际操作中是有用的。到了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它有一个反弹，意味着在次级别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二卖，这是很多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情况。一个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的小高点，它会出现在次级别有一个二卖，然后再继续延续。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一笔下，很多情况都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单边的这种向下来的话，反而比较少。这种延续性特别好的这种反而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很纠结的这种下跌，都是这种向上去，到这儿不能打高冲高，打掉这个小新高，然后再下来。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反弹确认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那么到了这个4171，如果到了4171还不能够，我们说比如说某一个月出现了这么一根 K 线，到了4171了，那么还不能够有效往下走，那可能它就会这样往上走。所以说为什么说4171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好的，那么月线上的话，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话，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3491。为什么3491呢？因为3491这里是一个它是一个拐点，它是月线上向上一笔的一个拐点。那么月线上是一笔，那么在周线上的话很清晰，3笔，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了刚才说的了，你想交易的是它一个未完成段。什么叫未完成段呢？就是说如果它向下的话，现在我们看的是周线，看这个水印儿。那么周线向下一笔意味着是什么呢？周线的向下一笔意味着在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上最少要出现3笔。
晓得了吧？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做空的话，那么周线上日线上不出现3笔的话，你都可以一直拿着，因为它要完成周线上1笔，也就是说大周期的1笔的话，日线上需要3笔才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到日线上，日线上现在回踩只有1笔，如果从4607这里断开的话，那么现在只有1笔，所以说日线上如果再反弹一次，不能够突破4607的话，它还要再下来，因为它要完成周线上向下1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清楚它的这个依次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有了这个概念在心里之后，你就知道了。那么向上之后，如果不能够突破4607，你还要赶紧跑出来，因为它要完成周线上的一个向下1笔。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交易的周期是大周期的这个向下1笔的话，那么你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嘛，对吧？你如果它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它已经出现了一个1笔向下回踩的话，在周线上，那么它有完成的这个可能性了。那么你现在你还去追它，去做它继续延续的话，那就是刀口舔血了，对吧？它已经满足了，比如这个，它已经满足了向下的1笔，你在这里又追它，你去在3808附近去做空的话，那你不是刀口舔血，你是什么呀？对吧？它已经完成了，它可以完成，当然了，它可以延续，也可以不延续，但是已经满足了最低1笔的要求了，那么它完全可以向上走。那么你再去做空它，你是不是刀口舔血，对吧？但是如果说它是刚刚出现，它如果是刚刚出现一个苗头的时候，比如说刚刚出现一个顶分型的时候，你去做空它，那就不是刀口舔血了，因为它要完成这1笔的下跌，你还有最少，比如说现在是这个顶分型的情况，出现顶分型了，然后这里又横了2周，我们现在看的是周线嘛。然后你说这个位置去做空，因为你期待的是什么呢？你期待起码还要再向下跌2周，才能够满足最低的周线上1笔的下跌，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它要完成它，那么你交易的就是这个未完成段的剩下的2周的时间，对吧？如果是已经满足了，然后你说你又进场去做空的，就期待它有更深的下跌，那你不是贪婪是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就是它出现了周线的顶分型了，那么你可以去做空的。那么期待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上面这3根 K 线，现在从周线4607下来的话，是3根 K 线都没有包含关系的。那么这样意味着最少出现2根周 K 线的话，就满足了向下1笔了，这就满足了向下1笔了。所以说，那么需要完成周线这1笔的话，那么你在这里做空的话，你起码还有2周的最少还有2周的利润可以拿。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说的是我们要做的交易是大周期的未完成段的意思了。好的，那么在周线上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有没有可能结束。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做它的反弹呢？因为它是有希望出现一笔反弹的，对吧？因为不论是要去完成周线上的1笔的结束，还是说它要去更大一个可能，它也可以突破这个4607，对吧？因为它这个走势啊都是上下相连的。那么下跌结束了的话，就是一个上涨。如果用模型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走势都是这种上下相连的，也可以出现单边的。但是你看一下，这是单边这是单边对吧？前面也可以算是单边但是单边走势啊，在整个的不论是什么级别，单边走势都是稀少的。那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震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利用各级别的震荡来打短差、降低成本的原因。因为大部分时间，或者说我所谓的大部分时间，可能是85%到90%的时间，它都是在做震荡操作。那么可能只有5%、10%的时间才是一个走单边的一个趋势情形的出现，所以说单边是很稀少的。你老想着拿着，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买了，我想拿到这儿，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操作的。所以说，为了降低这个难度，我们就需要利用这种震荡操作，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你在这个成本，你在刚开始进场的时候是10块钱，但是你利用这个震荡操作，把成本可能降到1块钱，降到0，降到负的，那么你从0
拿到这个位置和从10块钱拿到这个1块钱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晓得了吧？你只有到0到负数，你才能够抵御市场中的风险，你才能够无风险操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短差降低成本的原因。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无风险操作的目的。只有你不亏钱了，你才能够直面市场，你才能够坦然的面对市场。所以说，降低成本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不亏钱了，你才能够，你市场怎么波动我没有影响啊，我不亏钱，对吧？我有可能你跌到0，我还是赚的，那我怕你什么呢？所以说我是不去不恐惧你每天的这个下跌的。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4607下跌这一笔它的1小时周期，我们看一下。好的，这就是我们刚才高亮的4607下来这一段。那么下来这段的话，它是有一个1小时中枢的。在针对这个1小时中枢呢，在4443这个反弹现在是不成比的，因为经过包含处理的话，它是不满足5根 K 线的。所以说，但是呢，你如果用递归的话，可以当笔用，那么可以当类3脉用。如果说周一就出现一个跳空低开，往下走的话，然后又满足了5根的话，意味着就变成了一个类3脉了。所以说它可以当类3脉用。然后又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需要我们关注，也就是4420这个位置。所谓的等比例测试是这样测出来的，是从这个位置，然后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针对这个中枢的话，也就是中枢的离开段和进入段的一个比较。但是呢，这个中枢的进入段呢是一个3笔构成的。现在我们只是用作这个其中的一笔做类比来操作，只能是用一个类比来操作。只有这个离开段形成3笔之后，那么这两个的级别才是相同的。只有级别相同之后，才能够去做它的一个力度比较。所以说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出来的这个4420只是一个类比操作出来的。好的，我们针对指数的话做一个小结。首先，在月线上的话，还没有出现月线的顶分型，重要的点位4385、4171。在周线上的话，周线上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那么已经出现了3根 K 线的话，它如果想出现5笔的话，还需要2根 K 线。那么出现周线上1笔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黄金分割的这3个位置了。那么到哪个位置的话，意味着力度的不同。到了某一个位置，如果又碰不到4195的话，它还可以出现一个第5浪上，对吧？从41491的话，它是现在目前是一个4浪的一个回跌，那么4浪回踩之后，还会出现一个5浪回升。那么到日线上的话，那么现在这一笔的回踩呢，我们在这里的话能够看到它回踩已经碰到了这个低点，已经碰到了4448这个低点，意味着这里是可以有一个中枢了。但是呢，这个中枢的位置只能是暂定的，因为这个下跌这一笔现在只能说是到这里，还没有完全结束。它如果继续向下走，这样走的话，意味着出现针对这个上面这个中枢的话，相当于出现一个3脉了。那么就意味着整个3808上升是一段，然后从4607断开，那么从这里向下是一段，也就是说它要完成周线上1笔了，一定要注意。好的，那么针对指数的话，我们就分析这么多。我们看一下特斯拉，我们也看一下大周期。特斯拉就比指数弱了，明显的能够看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顶分型已经出现了，月线的顶分型已经出现。那么下一个关注的就是顶分型的这个第一元素的低点，也就是199.37。那么在本月或者说之后的某一个月能否到这个位置，或者说到达这个位置的速度的话，那么就决定了它的这个力度。所以说我们要关注199.37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然后在周线上的话，我们看一下，跟刚才分析那个指数是一样的，左边是月线上向下一笔，右边呢也是月线上向上一笔。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这个周线上向下的延续性。那么它跟指数不一样的话，这3根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呢，它变成1根 K 线，那么它向下现在是有4根 K 线了，它现在是有4根 K 线，跟指数不一样，它只需要再出现1根 K 线，在周线上只需要再出现1根 K 线就满足向下一笔了。所以说向下的空间并不多了，这一点我们从这个周线上我们就能分析出来，因为只要满足向下有5根 K 线的话，它就满足向下一笔了。
那么它随时可以掉头走。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你再去做空它，那么明显你的整个操作的节奏是错乱的，对吧？你上面299用这个关键的位置去做空的话，你还是说你到下面再去做空，这是这个就是叫什么玩意儿？聪明与否，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吧？所以说它周线上的话，它很快再有一根 K 线就会形成一笔。那么如果再往下蹲的话，那么就要关注0.5这个位置，255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就要关注它能否碰到这个217这个位置。碰到与否的话是有区别的，不碰到的话就是一个4浪回踩，对吧？那么可以有一个5浪上升，有一个5浪上升呢，意味着周线的一笔的月线一笔的延续。如果说不能够碰到217的话，也就意味着它周线上那一笔要延续了。那么如果碰到的话，如果碰到217.65，那有可能杀到了0.618的这个位置，也就是208这个附近。那么在周线上就形成了一笔，那么这里就有区别了。如果出现周线中枢之后再向上弹一笔，那么如果不能够突破299的话，那么就会再向下来，那就意味着有区别在哪儿了呢？在月线上你去看的话，月线上这是一笔，那么从这里又断开了，意味着它要向下走，月线向下一笔了。所以说，这就是通过周线上演变，你就能知道它的上一个级别，也就是月线上要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说，出现中枢之后，它是一个弱势；出现中枢之后是一个弱势表现。那么它反弹这一笔就尤为关键了，反弹它的这个高度，它的空间就尤为关键。如果不能够突破299的话，意味着那么它就要走反向了。如果能够突破299的话，那么意味着周线上呢、月线上一笔的延续。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好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回踩这一笔在日线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好的，那么日线上的话也是一样，需要关注的就是日线上它这里有个缺口，这里有个缺口，那么缺口的上沿在235.23，那么上一周最低点在238.19，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缺口补掉，还没有完全把缺口补掉。完全或者不补缺口，意味着它这个强弱有区别的。所以说，一般这种又不是这种突破性缺口的话，一般这种衰跌性缺口都会被补掉。像这个缺口就是一个突破性缺口，因为它是从最高点下来的时候一个大突破，又是那个财报那天，所以说它是突破性缺口。想补掉突破性缺口的话是比较难的，需要更长的周期。那么这种衰跌性缺口的话，一般会补掉。所以说下周我们就要关注235.23是不是补掉这个缺口之后能够转头，还是说下面这儿还有一个小缺口，还是说再往下延伸一点？如果想不补掉第二个缺口的话，意味着要打掉255.8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从153上来的这个半分位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0.5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两个缺口补掉与否的话，我们需要关注，这是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辅助判断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229下来这段的1小时周期。好的，那么进入到1小时的话，它的情形就比较清晰了。这里有一个中枢，那么的话，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段，也就是说可能出现一个小 B 段的这一段的一个走势。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看一下的话，就是这儿。为什么说要看这儿呢？因为呢，这里是一个叫类三脉的一个位置。因为吧，它这个反弹严格定义是不满足比的，因为它有一个包环关系之后只有4根 K 线，但是你可以当类三脉用。当类三脉用的话，那么相当于这里就有一笔下跌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在这里面就是说它更容易分析它下一段的走势。我再重新画一下，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3笔的一个走势了。那么这段的话是跟它前面是有背驰的，你看它的这个 MACD 的面积和前面这段下跌的 MACD 面积，明显是后面是弱了，对吧？还有一个，如果你不当它这里当成类三脉，当成一笔的话也没有问题。也就是说264向下的一个延续。我们再看，那么周五的这笔反弹，我们看一下，因为也是出现了包环关系，我看一下它的高度，这个高点在242，这个是22.63、242.67，也就是说这两根出现了包环关系。出现包环关系之后，这3根出现了包环关系，意味着周五的这笔反弹也没成笔，因为经过包环处理之后也没有成笔。所以说，如果周一开盘之后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它立马就成笔了。那么成笔之后，
如果你在昨天周五有去进场博这个反弹的话，那么成比之后，其实你就可以跑掉了，对吧？这是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你在那个贪心一点，往上想往上走一点的话，就去看一下这几个关键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就好了。那么不论是到哪个位置，比如说到了0.618这个位置的话，也没有回到前面这个中枢，也是一个三脉，它还要下来，对吧？所以说在1小时周期上，那么更好的位置是这第二个回踩之后的一个二买的位置。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情形，我们做不测而测或者完全分类的分析的时候，也要想到，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形出现呢？就是说这种情形，一个大的一个超级的那个大跳空，打个比方，这里有个大跳空，直接到了这个中枢上沿儿，这里如果有个中枢的话，也就是269上面的话，比如说特斯拉被某个公司要收购了，打个比方啊，出现这种特大的那个利好的时候，然后它直接就开盘就开在这里，那么然后它就直接往上走，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了，啊，这也是一种分析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在238这个位置进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它之后要怎么走，它可以是这样走，也可以是这样走。所以说，那么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了，你这个位置进没有100%说你要盈利的，你可以说是这个位置又变成了一个中继的，它出现一个低开的情况，它出现一个低开，又把这个底分型打掉了，然后低开变成了一个中继底分型之后，你这个位置进的话是套在里面的，因为你这个反弹没成比，你没出来呀，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进的原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出现了底分型，然后用我们的双控的话，它的内部级别又很饱满，这个位置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有这种可能，起码有这两种可能的出现，也有第三种可能出现，但是这两种可能你是不能够否认它的。所以说你在1小时周期上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控制它向下跳空呢？那么就用仓位喽，对吧？你这里比如说你觉得不稳妥的话，你本来你是想进10%的，那你就打一个打一个一半你进个5%先，对吧？先进个5%，然后如果跳空低开的话，那么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很背驰的一个，就是很有希望出现一个一买的位置的话，那么再往下走，你再加5%了，对吧？那有什么区别呢？那你这样一综合的话，你的那个进的那个成本也是很低的，对吧？所以说你不求你抓在最顶尖那个位置，不要想着老能捞到最低那个位置，最低那个位置都让散户捞了，人家机构吃什么去，对吧？所以说散户就要做好散户的那个准备就好了。我这里可以先进5%，如果不是很稳妥的话，那么为了应对它有向下跳空低开的，我这里再加5%，这有什么呢？对吧？因为你的那个仓位本来准备就是要进10%的一个仓位，那么只是分两段分批进而已。出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出的，对吧？比如说我到了这个0.382这个位置，有可能要转变了，对吧？它有可能下来，但是也可以继续往上走到0.5到0.618。那么怎么应对它呢？先减5%喽，到了0.618，我再减5%，那么我就把我这里进的这个仓位分两批出来。第一次如果错了的话，那第二次错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那么你还能多吃一点，对吧？所以说分仓进和分仓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它。如果你判断错误或者说判断不够准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简短的总结一下特斯拉，月线上的话出现了月顶分型了，那么就要关注它是否有延续性。周线上，那么现在只是4根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只有4根 K 线，再出现一根的话，周线上就成比了，那就要关注周线上是否能够出现底分型，还是说要碰到217之后形成中枢。那么回到日线上，日线上呢有2个缺口给到我们去关注，那么就要关注日线上回踩这一笔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它是形成一个盘整结束呢？现在已经形成盘整了，对吧？它可以形成盘整，就直接掉头往上走，也可以说这里再盘成一个中枢，形成一个趋势往下走，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形成盘整也是对的，形成趋势也是对的。那么你只需要根据它的那个未完成段做我们的短差操作就好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周末漫谈就到这里了，再见。